在昨天我们确定太阳其实不需要真正的核聚变，依然可以发光发热，维持稳定运行，并且寿命可能比我们预期的要长若干倍。这是个好消息啊，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不必搬家了啊。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虽然预期我们这个之前的理论寿命是还有45亿年，或者说还有40亿年，但是啊，这个按照推演10亿年以后，地球就不太适合居住了，因为那个时候的温度会上升很多。很奇怪呀，太阳表面5000度，它能上升到哪儿去？所以这个传统的理论就是一个自我打脸的过程。但是它的这个上升的这个温度是指这个太阳因为这个核聚变的这个速度或者说能量加大，导致辐射出来的这个热量会大幅度增加，超出我们地表50度的气温，成为一个常态。咱们这种37度的体表生物可能就不太适合生存了。所以10亿年啊，这个地球适合居住期是大约是这么久。但是啊，通过我们昨天的推演啊，就是说这个太阳从无核聚变啊，发生的是什么？是核质变和慢聚变。这个理论，如果我们的理论后期验证成立的话，对我们是个好消息啊，因为这意味着这个目前的太阳它的寿命，可能会大幅度延长到4位数、5位数、6位数都是有可能的啊。也就是说，这个其实是彻底改写了咱们的宇宙的图谱啊，这个能理解吗？什么叫宇宙的图谱啊？就是各个恒星的组成部分，各个恒星的这种核聚变形式，包括这个金属元素的生成，都会有一个理论性的巨大的变革。对，其实我们的宇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它都是建立在核聚变的基础上的，而这很可能是错的啊。这个理论，按照我们昨天推演到的这个结果啊，就是说，这个氢核聚变多少度就可以启动啊？10000度。10000度，事实上是9000多度啊。考虑到这个放宽一点吧，10000度，10000度，这个太阳恒星就因为氢变成了离子啊，电子失去，而触发了核质变啊，然后慢慢的衍生到了什么？慢聚变，就是说啊，这个氢原子在这个氢原子的质子部分，或者说电子核部分，它在这个被咱们这个电子反复的撞击。不清楚这个过程呢，可以去看昨天的视频。这个过程中损耗了大量的能量，然后呢，这个氢原子啊，或者叫氢的质子，因为缺失的能量太高，它对于这个周围邻居也就是同样的氢离子这种排斥力吧，就不太强了。所以在一瞬间氢原子和氢原子会因为损耗巨大的质量能量而自我结合就是说，当它的排斥力小到一定程度，对方的电子对它的吸引力就会大到一定程度，能理解吗？在我们这个反应过程中，电子的能量没有失去电子的能量一直是满满的，但是质子的能量在我们的反复核质变中核质变不是核聚变中损耗了大量能量。这个时候氢原子它的这个原子核的斥力就是对同类的排斥力就降低到了一个可有可无的程度，于是2个氢原子直接合并这是有前提的不是说直接能够在正常的环境下合并，不是，只有在我们这种环境下它才能够合并。因为什么？因为电子对对方的质子的吸引力大于了质子之间的斥力，理解了吗？就是说他们是这个异性相吸彼此对对方的这其实就是它大此时不存在强力理解吗？这个所以说不清楚的可以去看我的同一天发布的新原子模型里边取消了强力、弱力和电磁力那个理论，在上一期视频里面所以说在这一刻，氢原子和平的平缓的聚变成了氦聚变成氦了，是不是就非常完美？而且它没有爆发强能量，而是非常普通的能量溢出。那么停止了吗？太阳会不会在氦这个全面到来之前就一动不动让氦在这儿存着呢？不会的我们说第二部分，也就是说这个氦原子因为它已经2个氢合并了，变成了氦原子。氦原子在什么状况下可以被电离呢？大概100000度。10万度的时候这个电子就又飞出来了，开始作妖了注意在这一块氦聚集的区域为什么氦会聚集？因为它和氢的密度不同能理解吗？氢比较轻它就在上面一层上面球嘛，球是一个外圈是轻，因为它比较轻。而当它聚变成氦之后呢，它会自己下沉因为比重的关系，它就会沉下去一丢丢沉下去一丢丢，它也会聚集而且在更内部，这个聚集的温度是更高的。那么氦原子这个电离发生的这个温度是在10万度10万度也不高，是不是也不高，10万度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时候氦原子的这个电子又失去了又飞出来了又飞出来作妖了
然后它出来了，它还想回家呀，它就又撞回到了这个原子核上面啊，就是说又撞回到了这俩质子的上面，理解了吗？这俩质子也不爽啊！你说好的不闹了，我刚变成了氦，正那啥呢啊，新婚燕尔呢，你这突然又翻脸，又撞我，不行，我得把你赶走，又把这个电子赶走了。电子在被赶走的时候就被赋能了，它是被能量撞击出了去的，而它一旦脱离这个质子的这个引力范围啊，或者说范围的时候，中微子开始干活了啊。中微子我们之前的视频讲过啊，中微子是什么？中微子是我们宇宙的控制阈值的一个关键的操作系统，它把所有高于电子理论的比如说这个电子能级跃迁，它能量上升，为什么上升？它被质子赶出来了，被赋能了这个时候，如果中微子不干活不做动作，这个电子会飞走的，因为它能级跃升了，它就走了理解吗？所以这个时候中微子干了什么事儿？中微子过去啪照着他脑袋就拍了一下，你给我下去吧。然后电子在被打的这一瞬间，被击落的这一瞬间，就释放出了光子理解了吗？光是这么产生的然后中微子得到能量，它自己飞走了就走了它每一个中微子干一个中微子的事儿，其他的叫后来人他就自己得到能量去维持宇宙其他地方的秩序去了。然后电子被袭击，能级跌落，被迫释放光子，它只能乖乖的又回到了谁？又撞到了电子咱们这个原子核质子上面这个氦核上面，哎你这混账老婆你这个不老老实在这，你又来捣乱了，我又把你赶走了。然后电子又膨胀了我又能飞了。下一个中微子出来干活，又强迫它释放了光子它又回去了就这么说。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周期中，这个氦这个反应就在同步的这个氦的聚变，氦的慢聚变就在我们此刻的太阳上同步发生，理解了吗？这就是核质变的过程质变不是剧烈的相撞合并这个质子，而是缓慢的释放，通过电子的撞击，它就能够直接释放能量。也就是说，此刻在太阳上不但发生着氢聚变，还发生着氦聚变就是从氢到氦，而且从氦到谁到谁？到碳，能理解吗？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同步的过程那有没有可能这个因为这个反应完毕之后这个氦反应完毕之后就是不是叫反应完毕就是说氦这个原子核这个质子俩质子释放能量最后它也干不下去了，明白吗？因为它的原子核的能量削弱，它就对于旁边一铜的这个氦原子核，它就没有这么强的斥力了。当电子再飞回来，电子始终是能量是满满的满满的能量然后它就会再次回到这个氦原子的这个里边去。但是此刻注意这个氦原子为什么会和另外一个氦原子发生合并因为什么？因为它的电子能量大于了质子的能量明白了吗？它就会对核外的这个质子也就是说其他的氦原子这个原子核产生强大的吸力其实然后于是呢这个氦原子和两个氦原子就结合啪嗒并在一起了这就变成了谁？变成了碳就变成了碳，理解了吗？这就同样是慢聚变慢聚变，用氦变成碳，不需要全部烧完也就是说我们建立的这个理论是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宇宙中不是所有的咱们这个太阳所有的氢都变成氦了，然后再从氦开始。事实上宇宙不是这样宇宙是产生了足够的稍微多一点的氦就可以同时聚变理解了吗？氦就可以同时聚变，而氦产生了这个聚变到了生成了一定的碳的时候这个碳就可以同时聚变。也就是说存在着这个恒星上可能存在着什么氢聚变、氦聚变、碳聚变、硅聚变后边一粒呱啦呱啦呱啦下去后边氧聚变同时来发生。换句话说，越大质量的天体它同时发生各个元素聚变的这个概率就越高不是概率，应该就叫进行的这种概率就越高，因为它质量足够嘛，所以它但是因为它是什么？因为它是核质变也就是说是慢聚变。慢聚变的过程中就不会像快聚变的氢弹一样直接炸开，不会的因为它的能量低，能量值是缓慢输出，而质子合并也是缓慢输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恒星稳定发光发热，非常平稳，看不出来基本上。所以这个说明的是什么？这个说明的是我们宇宙生产金属的速度比我们传统的理论的认为要完全发生这种快核聚变当炸出来的这种比它要快比它的速率要快。也就是说
按照我的这个核质变理论，只要是恒星内部达到了原子电离的温度，这个慢聚变立刻启动它不是全部反应完毕当当当的这种一阶段一阶段，它是同步的只要到了可以反应的温度，电子一出来，它就会立刻开始启动慢聚变也就是说，我们宇宙现在当前的这种异常丰厚的金属丰度也就是说金属的密集程度，可以用我的理论解释，而无法用当前的理论解释按照当前的理论计算，我们的宇宙年龄时间不够，为什么呀？因为你按照当前的理论，它是氢反应完了，全都干净变成氦完了之后才碳，然后当当当一个一个，你想想看，时间能够吗？我们138亿年的这个宇宙时间能够吗？完全不够对吧？你把活都干完了，这一节干完一点活，再拿一段工资，这最后这工龄不就拉得老长了吗？工龄甚至超过了你出生的岁月，对吧？就相当于我们的年纪最后我们一算，这个宇宙打工的年龄超过了宇宙的寿命，这不合理这就是当前宇宙这个理论的 bug。而我现在的推出的这个核质变和慢聚变的理论，就完全推翻了他们之前的理论，而恰好契合了宇宙的年龄和宇宙的风度。也就是说，宇宙你仍然有这么大岁数，但是你打工是兼职你在给氢打工的时候你同时还得帮氦打工你还剩一点时间，你同时第三只手还在操作碳理解了吗？咱们元素周期表巴拉巴拉巴拉，前面这一直到这个铀到铀或者到钚这个元素，都是谁干的？都是宇宙的这种反应过的。也就是说，而事实上，只要这个恒星携带着这个重金属，不需要几十亿度再启动这个，你可能不知道启动铁核聚变需要几十亿度。我们当前的理论，这不扯淡吗？什么东西能够有几十亿度不要说恒星，不存在这种温度而是按照我的这个慢核聚变理论启动这个铁可能也就需要1000多度，1000多万度1000多万度大概是，或者是1亿度。我们需要的理论温度，反应的温度是需要什么？电离，这个元素电离的温度就随即直接慢核聚变就开始发生理解了吗？所以我们产生金属的这个速度，因为它是同步的这也就是说，在这个元素这元素周期的时候，你只要达到了什么呀？达到了这个金属电离的这个温度，这个核聚变就慢核聚变就开始发生这个金属就开始合并这就解释了我们当前的宇宙的这种丰富的程度，因为它是同步的。在氢反应的时候，氦也在反应；在氦反应的时候，碳也在反应，然后硅氧什么什么啪嗒啪嗒一串下来。所以说事实上金子的诞生也就不再需要每一次超新星我不是说超新星不能诞生，因为我们无法验证超新星有没有诞生能理解这个逻辑吗？超新星可能诞生了，也可能没来得及诞生，但是不妨碍金子在这个恒星中蕴含着的时候，由这个慢核聚变诞生。也就是说，我们宇宙不再需要这个超新星爆炸才能生产那一丢丢重金属因为理论上那一瞬间其实产量没多少，再加上一炸的四处都是，所以因为你都炸了，你没基础了，你之前做的那些事儿不都白费了吗？理解了吗？所以事实上，我们这个宇宙中的重金属的存在很可能是我提出的这个慢核聚变理论产生的，这也就恰好解释了我们当前宇宙存在的金属的丰厚程度远超宇宙年龄也就是宇宙的工龄计算，应该是合并计算我提出的这个理论完美的解释了我们的这个宇宙的现状，所以它应该更接近于宇宙的真实。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自然界也就是恒星内部启动慢核聚变不再需要谁1500万度这个起点，而只需要什么1万度慢核聚变就开始同步发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又长脑子了？没错，我们科学其实就是不断的推翻旧有理论建立新的理论，来拉近对于宇宙真实的距离我不能够认为自己的这个理论就是宇宙的终极真理了，我还没有这么自大虽然我的确很自负，当然了，这个自负也是一个科学家的基本的素养。如果你什么都谦虚，你怎么能够有对宇宙正确的认识呢？你都不能认清自我，你怎么对宇宙有认识所以我这个表现得非常自信，非常的自负很多人会用这样评价我，没关系这是为了科学研究的需要也就是说，宇宙的真实状况，我们人类只能每一次前进一步我不是说之前的这些科学家他们是错的，他们在之前是对的，但是在我之后他们就错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类的认知又提升了一步没错，人类的认知是一步一步从地心说、日心说，后来发现银河系太阳系，对不对？我们的视野逐步的扩大，就是认知的一个一个扩大。而现在我的这个核质变理论和慢核聚变理论为解释宇宙重新扩展了一步我们人类的视野，而我的视野就是人类的视野，我做视频分享出来给大家，于是大家也对这个宇宙有了新的认识。我们人类的科学技术其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从一个点扩散到一个面，
逐渐的遍及全世界，然后在这个理论上会再次出发。所以，请思考我的这个逻辑理论的完美自洽性，而不是生搬硬套教科书来说啊。之前我已经提到了教科书上面的理论存在着若干个无法自圆其说的这些个 bug 点儿，而现在我把这些理论剔除，建立了新的理论，完美的解释了现有这个逻辑上面的这个问题啊，比如宇宙风度和宇宙年龄的矛盾性啊，我的这个理论其实已经解释了这个。所以，请点赞、分享、关注，咱们下期视频继续讲。